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 Story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。我觉得大家看到了我的厨房，知道今天可能我要和大家一起做一些好吃的东西。那天气最近真的越来越热，所以有的时候我很想吃冰淇淋。那常常买的冰淇淋里边会有很多的糖，有很多的奶油等等等等，会有很多的添加剂。有的时候我很想吃，但是我觉得算了，不太健康。那我今天会自己在家做我喜欢吃的冰淇淋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看看今天我会做什么好吃的冰淇淋。今天我会做的这个冰淇淋吃起来应该是有水果的味道。OK， 好的，那我们先看我们用到的东西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酸奶。酸奶这个盒子是过滤酸奶的，我自己做的酸奶。我常常会在家自己做酸奶，非常的容易。如果你没有自己在家做酸奶的这样的东西，那我觉得你可以买希腊酸奶，就是非常浓的，里边的水没有很多水。我觉得希腊酸奶很合适做今天的冰淇淋。那我想给大家看看我怎么在我的家做酸奶。我会用这是一个酸奶机，然后里边会有一个盒子，在这个酸奶机里会有这个盒子。那我会把牛奶和乳酸菌放在里边，倒牛奶放在这个盒子里，乳酸菌和牛奶会发酵成酸奶，变成酸奶。这个机器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它只是保持一个温度，我不知道应该是多少，可能是28度、30度左右。所以这个酸奶机它会保持这个牛奶发酵的温度，所以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，一直保持一样的很合适的温度。放在这个酸奶机里，我常常放1个晚上，第二天就做好了酸奶。我觉得差不多需要8到10个小时。如果天气更冷，我觉得需要更长的时间，但是差不多10个小时就做好了酸奶。做好酸奶以后，我会把做好的酸奶放在这个过滤的盒子里。那这个酸奶会过滤出来很多水。我今天用的这个不是牛奶做的，是豆奶。我用豆奶做的酸奶，过滤出来的水，你可以加一些蜂蜜或者加柠檬，可以喝这个水。这个酸奶你可以用牛奶、豆奶，我觉得其他的奶也可以，比如杏仁奶、椰子奶，我觉得很多的植物奶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做酸奶。那我这个是做的豆奶，我很喜欢吃豆奶。这个是我过滤好的酸奶。如果在你的家没有这样的酸奶，你可以在商店买希腊酸奶，或者很浓的
很浓的那种酸奶，里边没有太多的水，就可以做今天的冰淇淋。好，然后这个是烤麦片，我有其他的视频，如果你想看看怎么样做这个烤麦片，你可以看这个视频。好，然后我加一些水果，这个是蓝莓，我非常喜欢吃的水果，蓝莓。这个是蜂蜜，因为在这里边没有很多的糖，那我会加一些蜂蜜。还有这个是椰子油，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植物油，但是我觉得椰子油是这个味道最好的。好，然后巧克力，还需要用到的东西是，我需要用一个空的碗，然后我会混合所有的东西在这个碗里边，还需要一个杯子，可以加热的杯子。那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这样的东西。还有一个勺子，勺子。那我们准备好了所有的东西。我会先把这个酸奶放在这个碗里边，我大概会做2个或者是3个冰淇淋，差不多和奶酪一样的酸奶，然后我会加这个烤麦片。我觉得这个没有说什么更多或者什么更少，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喜欢的味道可以加一些。混合好以后，我会加蓝莓，我非常喜欢吃蓝莓，所以我加的多一些。好，然后我会加一些蜂蜜，因为这里没有很多的甜的东西，所以我会加一些蜂蜜。看起来这个酸奶，因为是豆奶，所以看起来像豆腐一样。这个冰淇淋是我觉得很健康的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它的这个味道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冰淇淋如果用牛奶的酸奶来做，会更好一些。好了，就非常的容易，这样就准备好了。混合好以后是这样的。混合好了这些东西，我会拿3个纸杯子。当然，如果你没有这种一次性的纸的杯子，也可以用塑料的杯子，但是最好是一次性的。用完了以后，我们会扔掉这个纸的杯子，所以我觉得最好是用这种一次性的纸杯子。那我会把混合好的这些东西放在纸杯子里。我在这儿有3个，我打算做3个冰淇淋。那我会放差不多一半的杯子这么多。好，然后我会压一下，用这个勺子压一下这个。这是一个，我会放第2个。这是我第一次用豆奶做的这个酸奶的冰淇淋，所以我要试一下，看看它的味道怎么样。因为以前，我做过一次牛奶的酸奶冰淇淋。如果你要是放了太多的东西，那你可以做3个、4个。如果要是少一点，你就可以做2个冰淇淋。那放在这样的纸杯子里边，你要压紧这样的。所以我做好了3个，每个冰淇淋我会放2根或者是3根这样的小的棍子。好，我把它放在这个冰淇淋里边，插在这个冰淇淋里边。这样的话，我拿出来的时候非常的方便，会更方便。插在这个冰淇淋里边。
这3个冰淇淋我都已经做好了。现在我要把做好的3个冰淇淋放在冰箱里边，放在冷冻。准备好的冰淇淋会放在冰箱里边冷冻4个小时。4个小时，这个不是冷冻，这个是冷冻。我要放在冷冻的里边4个小时，这个是冷藏，所以我要放在冷冻里边，让它非常非常的硬，然后拿出来。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。那等4个小时是一个很长的时间，虽然我们不能马上吃到我们自己做的冰淇淋，但是我们可以休息一下，喝一杯茶，看看书，或者是去运动一下，因为运动以后你会有很好吃的冰淇淋。别忘了，我们还有巧克力，所以这个巧克力在什么时候用在冰淇淋上，这个是一个秘密，所以你要等一等，继续看看，继续往下看这个视频，你可以知道这个冰淇淋到底是什么样的。欢迎再回到我的厨房。那过了4、5个小时，刚才我去吃了午饭，做了运动，那这个冰淇淋已经冻好了，所以很硬。那我把它们从冰箱里拿出来。现在我要给这个冰淇淋穿上很漂亮的衣服，所以我会把巧克力和椰子油加热，会放到这个冰淇淋的外边，所以这个巧克力会很脆。那我先把巧克力先加热一下，有一个杯子可以加热。那我把巧克力比较多的巧克力，一大块巧克力，这个是黑巧克力，没有放糖。好，然后这个椰子油也都放在里边加热一下，巧克力会融化。我用一个小的勺子搅拌一下这个巧克力。这个巧克力加热的时候呢，我用一个剪子，这是为什么？刚才我说我们需要用一个纸的杯子，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个冰淇淋从杯子里边拿出来。那我会用一个剪子把这个杯子剪开，这个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冰淇淋从杯子里边拿出来了。所以最好是要冻的比较长的时间。如果你觉得4个小时没有冻上，那你可以等到第2天，或者再等更长的时间，让这个冰淇淋完全的冻住。这个是我们做的冰淇淋，我会把这个巧克力放在这个冰淇淋的外边。现在这个巧克力慢慢的融化了，我有点担心这个冰淇淋可能有一点点的软，好像还需要更长的时间。OK， 我们试试，希望可以成功。那其实我也很喜欢这个黑芝麻，所以我把一些黑芝麻也倒到这个巧克力里边，吃起来应该会很脆。好，现在这个巧克力差不多已经完全化了。这个是刚才我们加热的这个巧克力。刚才我们做的这个冰淇淋要蘸到这个杯子里边，那这个冰淇淋的外边就会包上很多的巧克力。这个巧克力会变得很脆，因为这个是比较凉的，它会变得很脆。那我们试一试，看看能不能成功。这个是为什么刚才我说要放这个小的棍子。好的，我试一下。哦，可以沾上一点点的巧克力，然后再换另外的一面，会有一点点的难。好啦，这个就是我刚刚
做好的冰淇淋，因为巧克力是热的，那我会再把它放到冰箱里，差不多等10分钟，应该就可以吃了。用同样的方法，我会做第二个。我再拿一个碗，把它拿出来，放到另外的一边。另外的一边我也要蘸满巧克力。好的，好了，那这个是我做的第二个巧克力，我会把它放回冰箱，10分钟以后，我们一起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。巧克力口味的甜点是我最喜欢的。那这个呢是黑巧克力，也是非常的健康。我希望这样的甜点可以给你更多的想法，让我们可以吃到又健康又好吃的东西。那我们一起尝一下这个有什么样的味道，因为外边是很脆的巧克力，看起来好像是蛋糕一样，比较甜，可能因为我放了很多的蜂蜜，所以吃起来很甜，也有这个蓝莓的酸酸的味道。外边的巧克力非常的脆，这个是我第一次用豆奶做的酸奶来做这个冰淇淋。我有点担心，我怕可能不会成功。但是如果你不吃牛奶，或者你不吃牛奶做的酸奶，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甜品，可以代替很多的甜点。你可以自己在家试试。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在想各种各样的方法，怎么样吃的更美味、更好吃、更健康。如果有朋友来家里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甜点。我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巧克力酸奶冰淇淋。那你可以一边看看这样的视频，一边和我做好吃的东西，一边听听中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你点赞并且订阅这个频道，因为每个星期我会有新的故事。我是安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